你有没有见过用一生去遗憾一个人的样子？你有没有听过明明深爱到骨髓，却偏偏不能相守，连光明正大站在一起都是奢望的爱情？今天我要讲的这段故事被无数人称作香港黄金年代最痛的意难平。一个是温润如玉的乐坛王子，一个是高高在上的赌王千金。他们爱得克制，爱得深沉，爱得毫无保留，可最终却只能在葬礼上才敢痛痛快快哭一场。1993年10月25日，陈百强的葬礼。那一天，31岁的何超琼做了这辈子最叛逆、最勇敢，也最让人心碎的一件事，不顾父亲何鸿燊的强烈反对，不顾豪门规矩，不顾世俗眼光，坚持要为陈百强复灵。在此之前，她是赌王最器重的长女，是商界雷厉风行、呼风唤雨的女强人，永远冷静，永远体面，永远滴水不漏。可在灵堂里，她抱着陈百强的母亲，瞬间崩溃，哭得像一个走丢了，再也找不到家的孩子。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呆了，这个刀枪不入的女人，原来也会这么脆弱。陈妈妈紧紧攥着何超琼的手，哽咽着说出了那句藏了10几年的心里话：我知道我儿子最爱的就是你。话音落下，何超琼直直跪在地上，认认真真给陈母磕了3个响头。那一刻，他卸下了所有身份，卸下了所有枷锁，卸下了所有必须坚强的理由。他不是继承人，不是豪门千金，不是商界大佬，她只是一个永远失去了挚爱的普通女人。只可惜这份不用伪装，不用妥协，只为自己活一次的自由，来得太晚太晚了，晚到要用爱人的生命才能换得到。而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不是不够爱，恰恰相反，他们太爱了。陈百强生前在舞台上含着泪对歌迷坦白过一段藏在心底的感情。他说，大约5年前，一位我好深爱的女朋友离开了我，可能人家已经身为人父，你明白我意思。当我录这首歌的时候，我曾经偷偷流泪过，但我没有让录音师知道，因为我不想让别人明白我太深刻的感情。这个人就是何超琼。他们2个人从相遇的那一刻起就都是命运的囚徒，一个是才华的囚徒，一个是身份的囚徒。就像2只被关在不同笼子里的鸟，看得见彼此，听得懂彼此，却永远也飞不到一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被门第家族时代碾碎的爱情，看看这2个囚徒是如何在爱里挣扎，又是如何被各自的牢笼彻底吞噬。故事先从陈百强说起。1981年23岁的陈百强已经是香港乐坛炙手可热的新星，一首眼泪为你流，让他一夜爆红，喝彩今宵多珍重，首首经典，拿奖拿到手软。很多人不知道陈百强根本不是穷小子闯娱乐圈，他出身富商家庭，父亲陈鹏飞在中环经营金宝表行，家境殷实富足。他读的是香港顶级的圣保罗男女中学，后来又远赴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进修，要颜值有颜值，要才华有才华，要家境有家境，妥妥的天之骄子。可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男人，在爱上何超琼之后，才痛苦地发现自己所有的骄傲，所有的优秀，在赌王眼里一文不值。原因只有一个，他是艺人。在那个年代的香港豪门眼里，艺人就是戏子，是抛头露面供人娱乐的职业。哪怕你红遍全港，哪怕你家财万贯，只要你站在舞台上，你就永远进不了真正的豪门圈子。艺人这个身份就是原罪。更讽刺的是，陈百强根本不需要靠唱歌谋生，他大可以回家继承家业，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富二代，安稳度过一生。可他太爱音乐了，音乐是他的命，是他的灵魂，是他无法割舍的热爱。这份热爱成就了一代巨星陈百强，也亲手囚禁了他的爱情。他也曾在节目里无奈自嘲，说到爱情，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完全隔失败者，已经成30岁了，都重系寡老一个，同时未曾试过谈恋爱。夜阑人静的时候，我真的会想很多很多，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是没爱过，而是爱而不得。1985年，陈百强为何超琼写下了那首传世经典《深爱着你》，一字一句全是藏不住的爱意，全是小心翼翼的期待。
他在等何超琼的回应，等赌王松口，等这个残酷的世界能给他们一条活路，可他等来的只有更深的绝望。1988年，陈百强30岁生日宴，何超琼以女主人的姿态陪在他身边。酒过3巡，陈百强安心地靠在何超琼的肩上，那一刻他是幸福的。可这一幕被媒体拍了下来，登满了全港的报纸，也彻底激怒了赌王何鸿燊。赌王直接召见陈百强，话说得客气，却字字扎心。你是个好孩子，也很有才华，但不适合我女儿，不适合。这3个字比任何辱骂都伤人，不是不够好，不是配不上，只是身份不对，门不当户不对。陈百强走出赌王办公室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恍惚的。他终于明白，在阶级和门第面前，所有努力都是徒劳。他不能放弃音乐，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爱的姑娘被家族安排嫁给另一个门当户对的人。而另一边，何超琼又何尝不是被困在牢笼里呢？1962年8月26日，何超琼出生。那一年正是何鸿燊签下澳门赌场专营权，正是踏上赌王之路的起点。他的出生本是喜事，可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女儿的价值远不如儿子。但何超琼从小就异于常人，他成绩顶尖，19岁就从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市场学专业毕业，有头脑，有魄力，有领导力。赌王看在眼里，慢慢改变了想法，这个女儿或许比儿子更适合接班。可继承人这3个字带上容易，摘下难，从他接受的那一刻起，这就成了他一生都挣脱不了的枷锁。继承人不能任性，不能自私，不能只谈情说爱，更不能为了爱情抛弃整个家族。继承人的婚姻从来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家族利益。何超琼比谁都清楚。1981年，19岁的何超琼在 TVB 实习，遇见了风华正茂的陈百强。他被他的才华吸引，被他的温柔打动，被他的真诚彻底温暖。和陈百强在一起的日子，是何超琼这辈子最轻松、最快乐的时光。她不用考虑家族，不用算计得失，不用端着架子，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沉浸在爱情里的小女孩。陈百强不小心弄丢了手表，何超琼二话不说，花几十万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送给他。朋友都说他太铺张，他却笑着说，喜欢一个人就是想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他。那时候的他真的只想做个被爱着的小姑娘。可惜他的出身，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允许。1988年，一个噩耗彻底打碎了他们仅存的希望。何超琼的哥哥何猷光意外去世，何家接班人的位置瞬间空缺。赌王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了何超琼身上。那天父亲把他叫进书房，开门见山，我需要你接手家族生意，但你必须和陈百强分手。何超琼当场僵住，他心里在呐喊，我不要接班，我不要权力，我只想和我爱的人在一起。可这句话他最终没能说出口。他看着父亲苍老疲惫的脸，想到整个家族几百人的生计，想到父亲一辈子打下的江山，想到自己一旦任性，整个何家可能面临的动荡。她是何家的女儿，是被寄予厚望的继承人，她没有选择的权利。何超琼后来在采访里心酸地说，在我们那个年代，那个身份，人生早就有既定的程序。我不是何超琼，我只是何家的功能性继承人。1988年，赌王为他安排了和船王许爱、周志森、许晋亨的联姻，两大家族强强联合，生意互利共赢，所有人都觉得圆满。何超琼见过许晋亨，有礼貌，有教养，长得帅气，可他比谁都清楚，他不爱他，他也不爱他。这只是一场用婚姻换取利益的交易。1991年1月8日，那场耗资2000万港币、嫁妆高达10亿的世纪婚礼轰动了整个香港。媒体铺天盖地报道，所有人都在祝福，只有2个人心如刀割。陈百强收到了请柬，身边所有人都劝他别去，去了只会更痛。可他还是来了，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想送他最后一眼。婚礼现场，陈百强穿着黑色西装，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他看着何超琼穿着价值上百万的婚纱缓缓走来，看着他和别人交换戒指，看着所有人举杯欢庆。何超琼妆容精致，却全程没有一丝笑意，眼神空洞，灵魂像被抽走了一样。
婚宴中途，何超琼借口离开主桌，走到后台，靠在墙上，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哭，而恰好陈百强也走了过来。两个人就在那条安静的走廊里，隔着几米的距离静静对视，千言万语最后都变成了沉默，那一眼就是永别。婚礼结束后，陈百强写下了那首唱尽一生无奈的一生不可自觉，歌名就是他们一生的写照，一生不可自觉。他们的人生不属于自己，他们的爱情不能自己做主，真正的绝望在1年后降临。1992年5月18日，陈百强突然昏迷，紧急送医。正在开会的何超琼听到消息，当场站起来，不顾所有人诧异的目光，疯了一样冲出会议室。医院里，他握着昏迷不醒的陈百强的手，泪流不止，一遍一遍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可那个温柔的少年再也听不见了。1993年10月25日，陈百强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35岁。这一次，何超琼没有退让，他不顾传统禁忌，不顾父亲反对，不顾所有流言蜚语，只以抚灵。他要用自己的方式送爱人最后一程，也就有了我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相拥痛哭，跪地磕头，卸下所有伪装。他终于挣脱了所有牢笼，只做了一回自己。可惜，这份自由是用陈百强的命换来的。在那之后，何超琼活成了所有人期待的样子。他创办的天机公关成为香港第一，他接手的德信集团市值一路暴涨，他打造的美高梅酒店成为行业标杆。2015年，他以50亿美元身家成为香港女首富。他赢了天下，成了传奇，却输了那个会为他写歌，会靠在他肩上安心睡着的少年。他和许晋亨的婚姻在2000年就彻底结束，离婚之后他终身未再嫁。有人问他孤不孤独，他笑着说习惯了，可眼神里藏不住的落寞骗不了任何人。2020年，赌王何鸿燊去世。在父亲葬礼的纪念幻灯片里，何超琼悄悄放上了一张有陈百强的照片。照片里，他只露出半张脸，在粤语里这叫半边仔，意思就是女婿。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温柔的反抗。他在告诉全世界，在我心里，陈百强从来都是我的爱人，只可惜人已不在，一切都晚了。陈百强带着他的才华和遗憾，永远停在了35岁。何超琼带着他的思念和亏欠，孤独地走完了往后余生。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终于明白，有时候打败爱情的从来不是不爱，而是身不由己。陈百强是才华的囚徒，音乐成就了他，艺人身份囚禁了他。何超琼是身份的囚徒，能力成就了他，继承人枷锁困住了他。两个不自由的人相爱，就像两只被关在不同笼子里的鸟，看得见彼此，却永远飞不到一起。有人问，如果当年他们再勇敢一点，私奔远走，结局会不会不一样？答案是不会。囚徒最绝望的地方在于，就算你逃出一个牢笼，外面还有千千万万个牢笼在等你。这就是陈百强和何超琼一段藏在歌声里的爱情，一场刻进余生的思念，一份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他们用一生告诉我们，这世间最痛的从来不是不爱，而是明明深爱却只能错过，明明活着却永远失去，明明惦记却再也不能相见。听完这个故事，你心里是不是也想起了那个爱而不得的人？愁不可消除。